喺廣告有講過，無論年紀係咪得20歲，有冇性生活，抑或初戀情人係邊個，其實只要初經開始就有機會患上婦科疾病。如果你已經有月經失調、長期經痛、腹脹或乳房脹痛等問題，你就要注意自己嘅生理健康。根據數字，全球女性婦科疾病患病率高達93%以上，而乳癌更係全球發病率第一高嘅癌症。喺香港，平均每日有10名女性確診乳癌，最年輕嘅患者亦都不足20歲。婦科病除咗代表生殖器官所發生嘅疾病，喺中醫認為婦科病其實同肝有關。想知道點解？一齊打開治癒秘笈。女子以肝為先天呢個講法咧，其實都係強調肝對於女性嘅健康嘅重要啦。咁因為肝嘅有2個生理功能咧，其實都同女性嘅生理活動好有關聯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講叫肝主疏泄啦。當肝疏泄得好嘅時候咧，我哋啲氣血就通暢啲啦，咁就健康啦。咁但係如果肝失疏泄啦，肝氣鬱結，咁可能咧佢氣滯亦都會引起血瘀嘅問題。咁氣血唔通嘅話咧，咁佢就好容易出現一啲月經嘅問題啦，包括咗可能月經嘅週期啦、經期啦，或者經量嘅異常啦，仲有就可能會有痛經啦，或者伴隨住月經嘅一啲唔舒服啦。另外一個方面咧，就係肝仲有另外一個功能嘅，就係肝係藏血嘅。肝血充足咧，亦都係確保女性健康嘅一個好重要嘅條件啦。咁如果咧佢肝血虛嘅話咧，咁可能咧病人咧就會出現咗月經少啦，或者延後啦，甚至係閉經啦，或者不孕啦呢啲嘅情況嘅。即使係懷孕咗咧，如果佢有肝血虛嘅問題咧，其實都好容易出現一啲妊娠腹痛啊，或者胎動不安啊，甚至係會流產咯。肝經咧主要咧就行喺我哋身體嘅兩側啦，咁所以當有肝鬱嘅時候啦，咁好可能就會出現咗肝經行嘅位置咧有啲脹嘅感覺啦。同埋咧女性嘅乳房咧其實都係兩側啦，咁所以咧亦都有可能咧有肝鬱嘅病人咧佢都會有一啲嘅乳房嘅脹痛啦，咁有時候可能係同經期有關嘅，經前就會有乳房脹痛啦，又或者咧，如果佢時間長咗啦，一個氣滯導致血瘀呢一個問題咧，都係解決唔到嘅話咧，咁有可能咧都會出現咗一啲腫塊啦，甚至係癌症嘅。咁我哋而家就叫朱古力瘤啦。咁其實都係氣血不通嘅一個表現。如果肝失疏泄啦、氣滯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引起血瘀。咁氣滯血瘀呢個情況咧，佢有可能就會形成咗啲氣血嘅鬱積啦喺身體，咁然後就出現咗朱古力瘤啦。懷孕婦女咧，其實佢哋特別要留意佢嘅肝氣係咪疏通啦，同埋佢肝血係咪充足嘅？因為懷孕之後咧，首先因為我哋叫陰血下墜養胎啦，咁佢可以令到咧我哋嘅衝脈咧係氣比較旺盛嘅。咁喺呢個時候，如果佢本身有肝鬱嘅話咧，咁佢好容易咧就會出現咗一個妊娠嘅嘔吐嘅情況啦。咁另外咧，隨住個胎兒一路大啦，咁一定會阻礙到佢氣嘅運行嘅。咁所以當即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咧，佢可能會出現一啲氣滯嘅問題。如果本身個孕婦咧都係肝鬱嘅，咁呢個氣滯就會更加明顯啦。咁有可能會引起咧妊娠嘅腹痛啦，甚至妊娠嘅水腫啦等等嘅。另外咧，就正因為陰血咧，又要去養個胎啊。咁如果佢個孕婦本身係血虛嘅，咁可能會令到血虛呢個情況係加重嘅。咁嘅時候咧，佢就會可能會出現咗一啲我哋叫胎動不安啦，甚至咧係可能流產嘅。咁所以懷孕前咧就應該要好好咁樣去養肝啦，同埋疏肝啦。咁可能咧一啲女性啦，佢係嚟咗月經開始，咁可能咧就需特別關注咧去呢一個肝嘅一個情況啦嚇，因為頭先提過嘅肝疏泄啊或者肝血啊，其實咧都係對於女性嘅月經啦或者係懷孕啦、產後啦嘅一啲問題咧，其實都好相關嘅，甚至收咗經之後，佢可能有時候一啲人咧佢會出現一啲唔舒服嘅症狀啦，包括潮熱啊、出汗啦。
啊、失眠啊，其實呢啲咧都係往往係因為陰血唔夠嚇，陰虛火旺而導致。如果佢年輕嘅時候肝血係充足嘅，肝氣係疏通嘅，佢都可以避免咧更年期嘅症狀發生，咁啊比較能夠平穩咁樣過渡到更年期咯。春天要養肝咧，其實都係我哋按照五行嘅理論啦，因為肝係屬木嘅，咁同春天啦、同酸味啦係相應嘅。咁而春天咧，其實都係陽氣生發啦嚇，同埋升發嘅時間。咁所以咧喺肝咧最重要嚟講咧，就係要肝氣調暢啦。咁如果喺春天嘅時候唔可以疏肝養肝咧，咁就有可能出現咗一啲嘅肝鬱嘅症狀啦。比如說啦，就係可能會有一啲情緒嘅抑鬱啦，要腹脹啊、胸脅脹啊、月經不調啊，甚至係痛經咁樣嘅。咁如果春季嘅時候咧，我哋最主要咧係幫助肝嗰個功能啦，就係要疏肝同埋補肝血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好多唔同嘅方法嘅，譬如疏肝嘅話，咁我哋咧應該多啲係活動啦嚇，即係可能做下啲運動啊，或者係多啲去郊外行下啊、散步啊，去令到自己心情舒暢啲。咁我哋肝氣咧都係會疏通一啲嘅。咁另外補肝血啦，咁如果有血虛嘅朋友咧，可能咧就會適當食一啲養肝啊、補肝嘅一啲嘅食物啦，譬如杞子啊、龍眼肉啊等等咯。咁呢個咧都可以幫助到春天嘅時候可以養肝同埋疏肝嘅。肝氣鬱結嘅時候，嗰啲病人咧可能會通常咧都係情緒唔係好舒暢啦，甚至好抑鬱啦。另外就會有脹嘅感覺啦，譬如腹脹啊、胸脅脹啊，咁亦都有可能月經不調啦，同埋有痛經啦。咁呢種嘅情況咧，咁就好有可能係因為肝鬱而導致嘅。咁嗰陣時就需要有疏肝解鬱嘅一啲治療嘅方法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如果係有經常頭暈眼花啊，同埋咧就係面色比較蒼白啦，仲有手腳可能麻木啦，或者係指甲嘅顏色比較淡啲啦，咁嘅時候咧，而月經可能就會延後啦，月經量比較少咧，而經色都係比較淡呢一種咧，就好可能係血虛啦。咁喺血虛嘅問題咧，就必須要補血嘅。日常咧，其實我哋可以通過幾方面啦。首先，我哋嘅情志嘅調理啦，即係我哋需要令到自己心情舒暢一啲啦，因為情緒嘅刺激咧，其實係會影響到肝氣唔疏通嘅嚇，咁所以一般即係我哋都會叫病人啦，都係要注意下自己嘅心情啦，咁就唔好令到自己太大壓力啊，或者係適量咧就去做一啲舒緩情緒嘅一啲活動咁樣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實都可以通過飲食啦嚇，或者係一啲食療方咧係去幫助啲朋友嘅。咁第一個咧就叫三花解鬱茶啦，咁成分咧就有玫瑰花啦、合歡花啦、菊花啦，同埋咧呢個杞子嘅，仲可以加入冰糖咁樣嘅一齊用嘅。咁因為玫瑰花同埋合歡花咧，其實都係有疏肝解鬱嘅功效啦，而菊花咧就有清肝明目嘅作用，杞子咧又可以養肝補血嘅明目嘅呢個作用啦。咁所以加起嚟咧，我哋就可以用熱水啦焗嚟飲啦。咁可以加啲冰糖，令到佢味道係甜啲啦。咁呢一種呢一個茶咧，其實都可以幫助咧一啲嘅心情唔係好舒暢啊，或者係容易煩躁啊、鬱悶啊咁嘅朋友嘅，咁係有疏肝解鬱嘅作用啦。其實呢一個茶咧，如果真係有肝氣鬱結嘅朋友咧，其實都適宜每日使用嘅。因為佢嘅性質咧都係好溫和嘅啫，都可以幫助到朋友咧佢嘅肝氣會調暢一啲。如果咧有肝血虛嘅朋友咧，譬如佢經常都係面色蒼白啊、頭暈眼花啊、手腳麻木呢種嘅咧，我哋就適合咧使用呢個補血養肝湯啦。咁裡面咧係有龍眼肉啦、紅棗啦、白芍啦、杞子啦同埋淮山嘅。咁大家咧都可以加呢個豬潤咧落去一齊煲嘅。龍眼肉、紅棗同埋白芍咧都係有補血嘅作用。至於淮山咧就可以有健脾養陰嘅作用嘅。杞子咧就係養肝明目嘅。
咁豬潤咧亦都係有養肝補血嘅功效。咁所以咧，將所有嘅材料啦，咁擺喺加水啦落去煲啦，大概慢火煲1個鐘咧，咁就可以飲用噶啦。咁整個湯水咧，其實都係可以補血同埋養肝，適合咧一啲嘅肝血虛嘅朋友嘅。如果咧佢係冇肝血虛啦，甚至可能會有啲肝火啊、容易熱氣嘅一啲朋友咧，就可能未必適合飲用啦。因為呢個方咧，其實裡面嗰啲補血嘅藥咧，都係偏溫性嘅。咁所以如果佢係有熱氣嘅情況啊，或者佢本身都係有啲火旺嘅問題啦，咁都係唔適宜嘅。仲有咧就係如果係有感冒啦，或者當時係腸胃唔係幾好啊，可能有腸胃炎嘅問題嘅話咧，咁都係唔適合飲用嘅。一啲簡單嘅按摩方法咧，都可以介紹俾大家啦。咁第一個咧就係敲膽經啦。咁我哋首先咧就係平咗啦，坐喺度啦。咁然後咧我哋雙手可以握空拳啦，然後咧就將個拳頭咧放喺我哋嘅臀部嘅外側，呢個係橫跳躍。然後咧一路咧沿住大腿嘅外側咧一路咁拍打咁樣敲啦，直到去到膝蓋嗰度嘅位嘅。咁然後咧就呢個係為之1次啦。咁我哋每日咧都可以做100次。咁呢一個嘅方法咧，其實就可以幫助咧我哋嘅肝氣疏通啦，亦都可以疏通我哋肝膽之氣咁樣嘅。其實任何時間都可以做嘅嚇。咁方便係大家就可以噶啦。甚至你喺屋企坐喺度睇電視或者冇嘢做，或者係搭車嘅時候都可以做呢個動作嘅。咁至於補血咧，咁都有2個穴位嘅。第一個咧就係血海啦，血海穴咧就喺腳嘅內側啦。首先屈膝90度，然後將手掌貼喺膝蓋上面。拇指同其他4指咧成45度角，拇指尖嘅地方咧就係血海穴啦。咁喺嗰個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用拇指咁按落去，輕輕用力按落去，再打圈嘅咁按揉。咁呢一個咧就可以補血啦、活血啦嘅一個作用嘅。一日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做100下啦，咁樣按揉。其實兩側我哋都可以做嘅。第二個穴位咧就係三陰交啦。咁佢嘅位置咧就喺小腿嘅內側。咁係我哋嘅內腳眼啦嘅上面嘅，大概4隻手指，即係呢一個4隻手指橫嘅個闊度啦。我哋亦都可以用拇指咧去撳落去啦，跟住打圈咁樣按揉嘅，亦都可以每日做100下，都係雙側嘅三陰交穴位都可以按嘅。三陰交咧就係我哋嘅肝經啦、脾經啦同埋腎經咧，佢哋交匯嘅點嚟嘅。咁所以呢一個穴位咧係同時間可以調理肝啦、脾啦同埋腎呢3個臟咯。咁所以咧，女士咧特別係要留意咧，我哋肝嘅生理功能係咪健康啦，包括咗我哋肝氣係咪調暢啦，同埋咧我哋肝血係咪充足嘅，咁咧就可以確保咧女性嘅健康啦。如果大家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可以留言俾我，同埋記得訂閱健康媽。拜拜。